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上汽与十环传奇》，到底中国人是不是真的非常讨厌这部电影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它已经在美国及全球很多地方都上映了，唯独在中国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漫威电影在中国本土是非常火的，特别流行，有特别多忠实的粉丝。就像上一部《复仇者联盟4》啊，它甚至在中国举行了全球首映，最终它的票房夺得了中国影史的第6名，就是大概有42.5亿人民币，非常的多。所以很奇怪的是，上汽这么一部充满了中国元素的电影，反倒没有在中国首映，甚至不说首映的，到现在还没有放映。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讨厌这部电影呢？中国电影市场呀非常庞大，现在呢仅次于美国市场呀，是全球第2大电影市场。这些迪士尼和漫威的老板们肯定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上汽这个电影最开始拍摄的动机肯定是有讨好中国人的嫌疑的，但不要说嫌疑这么难听啊，就是肯定希望中国观众喜欢。因为之前多部漫威电影在中国市场都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绩，所以上汽这一部电影肯定是希望在中国本土取得更为傲人的成绩的。但是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开心，真的开心，因为终于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超级英雄电影。但是没过多久，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很多人扒出来，中国人喜欢说把一些东西扒出来，比如说一些丑闻啊，或者一些八卦呀，都用扒这个词儿，扒出来。很快就有一件事儿被扒出来，原来上汽这个角色他的父亲名字叫傅满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辱华的这么一个角色。辱华就是歧视中国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消息一经扒出，一经爆出，中国人就炸开锅了，特别是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就炸开锅了。所以网友们呀就自发的决定要去抵制这部电影。特别是当中国的国宝级演员梁朝伟要去出演这部电影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好多人啊都专门到梁朝伟老婆的微博下留言，让他劝梁朝伟放弃这件事儿。所以这个电影已经脱离了原来纯粹只是电影的这么一个事实。后来还有男主角和女主角这2个选角啊，在中国人看来也是非常的不靠谱。男主角刘思慕以及女主角奥卡菲娜，在中国人的眼里看来，首先她长得不够好看，不是纯正的东方人的一个特别好看帅气的这么一个长相。后来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挑2个眼睛比较小这么一个人去代表中国人呢？这是不是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一个刻板的印象呢？因为很多人觉得中国眼就是这种眯眯眼嘛，所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再次掀起波澜，觉得这2个选角令人难以接受。当然你说漫威迪士尼老板是不是傻了，专门花这么多钱制作这么一个电影去侮辱中国人，然后呢赚不了钱，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后来传出来消息，就是上汽这个角色的父亲被完全推翻了，换了另外一个人，重新换了一个新名字叫文武。那么中国观众是不是满足了呢？说实话不知道，社交媒体上仍旧还有很多持否定意见或者抵制意见的人。但说实话，有时候在社交媒体上闹得特别大的事儿，好像是全国每个人都能知道的这么一件事儿，其实只是那么一小撮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在乎。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在乎，那么在意这么一件事儿。其实中国有一句话叫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是不是孔子说的，我不是特别确定，但是意思就是说呀，你只要知道自己错误，你改正了，那还是好的嘛。就是上汽这部电影，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听到了中国人的这个意见，所以他做了改进，我觉得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最终对中国人，普遍的中国人而言，对这个电影到底是什么感觉，喜欢还是讨厌，他最终是只有在看完之后才能有真正深刻的体会，真实的体会。就像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期待，结果出来之后
那就是骂声一片，骂声一片，那就是真正的心态。中国人真的都特别讨厌那部电影。后来我也发现，不只是中国人，全球观众普遍都讨厌那部电影。但是对上汽这部电影而言，国外已经上映了好几天了，然后反馈都特别好。那么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想呢？在中国大陆目前还是没法看到这个电影。听消息，这个电影已经送到这个广电局去审查了。他们说要17号之前能确定下来，那么就能在中国本土上映。要是不行，那个电影就说实话没有机会了。但是对中国人而言，因为中国不只是中国大陆，还有海外的一些留学生啊、华人啊，还有港澳台地区啊，这些人观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应该是比较真实的，目前为止能得到的关于中国人对这部电影的感受。那么怎么知道他们的想法呢？中国有个网站叫豆瓣，它类似于这个 IMDB 和这个 Goodreads 两个的合体，又有书又有电影什么的。这个电影的评分还没有出来，但底下已经出现了2000多条的这个短评，都是在海外或港澳台地区看过这个电影的中国人他们留下来的。我就从头到尾把这个短评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一水的好评都是4星或5星的，当然也有1星2星，但大多数是4星和5星的，说明这个电影中国人其实是非常认可的。而不认可的人他们肯定也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关注点是在剧情以及逻辑或者故事老套上面，而不是关于辱华呀或者演员呀什么的。所以这是更客观性的表达，更客观性的评论。那么关于这些好评4星和5星的好评，中国人主要的反馈是有哪些呢？第一点，就中文台词特别多，有些人说大概1/2的台词都是中文说的，有些说是1/5，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但起码电影开篇10来分钟说的都是中文。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啊、华人啊等等，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看电影的时候唯一不用看字幕的，感觉特别的欣喜。而且这个中文是说的很好的中文，而不是那种像外国人学了几天中文发音，然后假装会说那种中文。因为大家都是中文学习者嘛，如果对这个电影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他们到底究竟说的怎么样。第二点当然就是梁朝伟了，梁朝伟演的是上汽的父亲文武，他是一个反派，但因为梁朝伟的演技非常的高超，他赋予了文武很多值得让人同情的地方，所以有非常大的个人魅力。很多人都觉得梁朝伟演这个文武让人恨不起来，因为梁朝伟本身是中国的国宝级演员，他是一个能用眼睛演戏的这么一个人，特别厉害，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之一。对于不是很了解他的人的话，我可以大概这样比较一下，他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罗伯特·德尼罗。所以关于梁朝伟这部分，一水的都是非常好的评价。第三点就是功夫的展示，因为它本身有90年代这种动作片的感觉，还有加入的太极、咏春拳。首先这所有的武术设计都是陈家班来完成的，就是成龙开创专门做这个武术啊特技的这么一个工作室，所以它保证了中国味儿特别的浓郁。对，还有第4点，关于辱华这个成分，因为他已经完全换了这么一个人，就是从傅满洲或者满大人，他已经换成文武，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梁朝伟饰演的文武好像在电影里还专门调侃了这么一个事情，说之前是傅满洲假装是他自己，所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解释。第5点就关于男主角和女主角，其实一开始大家觉得他们可能长得不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不够帅气，眼睛太小，但大多数时候演员是要为角色服务的，角色是一个怎样的特性，他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演员。而且刘思慕他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在他5岁之前他都生活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所以他是可以讲比较纯正的中文的，他也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他长相其实也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只是说没有长得那么帅气，但是我觉得他长得很亲切，而且他这个角色好像就是相对喜欢开玩笑，有很多幽默细胞的这么一个角色。后来通过看他的采访，我发现刘思慕本身是一个喜欢搞笑的、开玩笑的这么一个人，更符合这个角色的气质。而且女主角奥卡菲娜，她的演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搞笑的这么一个角色，
奥卡菲娜的演技特别出色，通过我看的短评，大家都觉得女主角太好笑、太好玩了、太有趣了。所以只有通过电影本身，大家融入剧情之后，再看男主角，再看女主角，都会觉得很自然，其实也很帅气，打斗也很帅气，也很搞笑，很幽默。因为本身漫威这个电影它讲究这种轻松的、欢乐的氛围，所以从已经看了电影的观众角度看来，这两个选角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都很契合。第6点吧，就是对中国上古神兽的这个体现表现特别令人满意，因为其中出现了中国古代神话里才会出现的动物，比如说九尾狐狸、麒麟。最令人惊喜的是神龙，因为中国的龙和外国的龙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龙可以腾云驾雾，可以星云布雨，它更多时候和水联系在一块儿，而西方的龙更多时候是一种恶龙。其实通过这一个是把中国文化很好的输出了，大家看了电影就会觉得哦，中国原来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这些神兽，龙呀、麒麟啊、九尾狐狸啊什么的。其实漫威是在帮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呀。大多数短评里都提到的这一点，大家都是特别乐见其成的。还有最后一点，第7点，就是电影的本身主题应该是西方的这个俄狄浦斯情节，就是弑父，杀死你的父亲，但它的内核其实是家庭，就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是中国人或者东亚人比较喜欢展现的东西，是我们精神的内核。所以在整个电影体现出来之后，很多中国观众会有感同身受，就觉得啊，这些就好像是我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呀，或对我对父亲这种有时候有些害怕呀，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在亚裔或者华裔人当中都有很深切的感受，就这好像就是我和我父母的相处方式，这就是我和我兄弟姐妹的相处方式，整个家庭的状态。所以说这么一个奇幻片，它其实内核是一个非常东方式的家庭片。通过看电影的预告片以及这些已经看过电影的中国人的他的短评啊，让我特别期待能在中国看到这部电影。对于一个已经有了孩子的父亲，而且这个孩子还不是特别大的时候，看电影绝对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渴望。我最近一次看电影还是陪儿子去看龙猫，就是你要看电影，你只能陪着他去看，你自己偷偷的去看的机会真的很少，几乎是零。但是我还是特别希望这个电影能在中国本土上映，因为通过我得到的信息反馈而言，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本身的质量应该是很高的，我们中国人应该能引起共鸣，同时我们应该也非常乐见中国这种神话呀、这传说在电影屏幕上展现出来，而且是以那么高的水准展现出来，同时对中国电影人而言也是一个鞭策，看一下相同的电影元素，人家已经用这个技术、这个工业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是不是应该快马加鞭的追上去，真正让自己中国本土的电影也变成非常高质量的这种电影呢？现在我们其实还在一路追赶，还有很长的路在前方。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评论，因为这样对我频道的成长大有帮助。那么下次再见喽。